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开源于 GitHub 的 OpenShell， 它的名称叫做 Nyagos， 它是运行在 Windows 的命令提示字元 cmd.exe 里面，提供了跟 Bash 相同的一个编辑操作功能。因此，透过 Nyagos， 我们就可以在 Windows 里面操作跟 Bash 相同的一个体验了。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会先介绍 Nyagos 的由来，再说明它的基本使用方法，最后再列举几个常用的场景，例如 Auto Jump 快速切换目录，添加 Git 分支到提示字串等等，来当做它的操作范例。希望透过这一些范例，大家能够更快的熟悉 Nyagos， 从而在 Windows 里面能够达到更好的操作体验。以前在 Windows 里面，我们通常会透过 Clink 来扩充命令的编辑功能，来达到跟 Bash 相同的操作的方法。但是因为 Clink 它是采用注入 CMD 的方法来达到它扩充的目的的，它会安装一些 DLL 到系统里面，而且会去添加一些 registry， 因此我不是太喜欢使用 Clink。那最近其实是发现了来自日本的 Nyagos， 它不仅功能类似，不需要安装 DLL， 也不会去影响到你的 registry， 同时它也能够透过Lua这一个语言来扩充自定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的简便，而且原有的 Windows 内部命令、外部命令、批次档等等也都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你也习惯在命令行操作的话，非常建议大家来试一下 Nyagos。Nyagos 是什么呢？ Nyagos 是 Nihongo Yet Another Going Shell 的缩写。它在 1.0 到 3. 多版的时候是使用 C++ 来撰写，那个时候它的名称叫做 Nyos。我们都知道中文里面的猫叫声是用喵喵，日文里面的猫叫呢是用nha nha。我想作者可能就是用这个 nha 来当做它英文的这个缩写。它从 4.0 开始以后是使用 Go 来改写了，它就多了一个 G 进来 ，Going 这个 G， 因此就变成 Nyagos 了。在 GitHub 上面查到它最早的释出日期是2014年，因此这一个专案已经开发了有10年的时间了。目前最新的版本是 4.4.15。在 GitHub 的简介里面，它称呼自己是一个介于 Unix 跟 DOS 之间的混血的 Command Line Shell， 因此透过它，我们就可以同时在 Nyagos 里面运行 Unix 跟 DOS 的指令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安装。Nyagos 的安装非常简单，就是到 GitHub 的 Releases 里面去下载 zip 档回来，接着解压缩，这样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做任何别的安装。如果你想在桌面增加图示来加快执行的速度的话，可以在执行它这个安装目录里面会有一个 makeicon.cmd， 它就会透过 PowerShell 在桌面新增图示，然后也会新加一个热键 Ctrl+Alt+N， 这样子就可以很快速的来启动它了。如果只是要单纯的直接执行它的话，就是在解压缩的这个安装资料夹里面直接执行 Nyagos.exe 就可以了。它在执行的时候，它会去执行 Nyagos.exe， 同时再去执行安装目录里面的.nyagos 这个文字档案，这个档案是 Lua 的脚本档。接着它会去执行 Nyagos.d 里面的副档名是.lua 的 Lua 脚本。接着它会去执行 User Profile， 其实就是 C-users 使用者下面的.nyagos 这个脚本档。另外它也会去 App Data 这个资料夹里面去执行找到的 Nyagos.lua。 我会建议大家为了可惜性的关系，大家可以把3跟4里面的这个档案都给删除掉，通通把所有需要做扩充的这一些 Lua 的脚本档都放在安装资料夹里面，这样子到时候就可以把安装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档案复制到你的随身碟，到时候就可以带着这一些档案到别的电脑去执行 Nyagos， 这是它一个非常高的可惜性的操作的方法。接着就来看一下它的几个简单的操作的范例。这个 LS 当然是最简单的啦，我们就来做一些简单的操作。我已经把 Nyagos 执行起来了，各位可以在 Windows Terminal 里面直接就把它安装成是一个 Profile，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执行它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 Windows Terminal 的设定。我在这边呢就增加了一个 Nyagos 的项目，这个命令列就是直接指明你的 Nyagos 的安装的位置，然后直接执行这个 Nyagos.exe。那其实只要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给执行起来了。一进入以后就是它的提示符号，我有变更了它的提示符号，预设它就是只有一个 $sign。在这边先 CD 到一个测试的资料夹，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 Notepad 把某一个档案给开启起来。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它别的命令，使用的 Notepad++把所有 test 开头的档案通通都
都开启起来。然后接着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一个命令，它就是使用 Notepad++把所有的 test 开头的档案都给开启起来。我们进入 Niagos， 然后先看一下这个资料夹里面它有 test 1到 test 5这5个文字档，那我们把这个命令给复制进来，然后接着直接来执行它。那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时候 Notepad++ 就已经把这个5个档案给开启起来，它是使用类似 bash 的扩充命令的这个方法直接来执行。在 Niagos 里面可以使用$括号跟倒引号来扩充命令。接着这个范例就是再把 FZF 也给整合进来。FZF 是一个透过罚西的演算方法来找到档案的一个命令。在以前的影片里面我们已经有介绍过 FZF 这个指令，就是把所有的 test 开头的档案都给显示出来，再透过 FZF-M 来做多档的选择，再把这一些档案呢透过 EM Editor 给开启起来。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进入了 FZF 了。那它要选择档案呢是直接按下 Tab 键，比如说我们 test 4按下 Tab 键， test 2也按一下 Tab 键，表示我们选择了这2个档案，接着直接按下 Enter， EM Editor 就把刚刚选择的 test 2跟 test 4给开启起来。这就是 Niagos 非常简单的几个范例。Niagos 的 ls 跟 ll 它是定义在安装资料夹里面 Niagos.d 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 aliases.lua， 在这个脚本里面各位就可以去看一下 ls 跟 ll 它是怎么来撰写。如果你没有写过 lua 的话，在 Niagos.d 里面有很多的.lua 的档案，各位可以开启起来看一下，它的脚本其实是非常简单的。Niagos 就是一个很快很轻量级可以非常快速上手的一个脚本语言。这个选单是透过 box 这个指令，到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扩充都可以透过 box 来达成，这样可以很简单的来建立一些需要选择的项目，可以透过它来形成选单。后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制定代名要怎么操作。我们可以在 Niagos.d 里面来建立一个自己的 lua 档案，那我是叫做 my-aliases.lua。我们可以透过 VS Code 把它给开启起来，我已经开启起来，我先把它给关掉，我们从头来开启一遍。先回到 C 磁碟机的 Niagos 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我在这里面输入 code 跟一个点，表示我要透过 VS Code 开启目前的这个资料夹。可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用加号来新增一个档案，我就新增了一个 my-aliases.lua。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新增需要的很多的 alias。alias 的写法很简单了，就是用 Niagos.alias 点一个你的名称，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 Niagos 没有 cat 这个指令，就用 cat， 是透过用 type 来对它做执行。然后还有很多的 cd 的变种， cd 2个点就是 cd 空一个点点，这样我可以少打这一个空白键，往上2层，往上3层。还有 cd Niagos 可以用一个问号来查出你目前到底更换过哪一些资料夹，那可以方便你很快的做资料夹的切换等等。这些 alias 就可以透过 Niagos.alias 指令来很快的建立起来。这个呢就是它的代名的建立的方法。接着是变更 prompt 的一个方法，我在 Niagos.d 里面也新增了一个 my-prompt.lua。 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从我提供的这个网址，各位可以直接去把它给下载下来。它就是直接透过 Niagos.eval evaluate 这个函数来对 Git 做查询，查出你目前 Git 的这个工作目录它的分支的名称，然后把这个分支的名称放到 prompt 里面。脚本的内容其实是很简单，各位大概仔细研究一下，很快就可以了解了。我们来看一下它最后呈现的结果。先切换到一个 Git 的资料夹去，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 prompt 的后面它就多出了这个分支的名称，这个 master 就是这个 Git 的工作目录，它目前的分支名称就是 master。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快速切换目录的方法。我们是使用 roxt 这一个指令来做操作的，也就是在变更目录的 cd 这个指令的时候，透过 Niagos 的 post.exec hook 调用 roxt 来写入路径，然后最后再透过 z 这个命令来做 query， 然后就把查询后的内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必须要先安装这个 roxt， 安装完以后就可以使用 my-z.lua 来做扩充。它其实就是透过 query 这个指令来做查询的，要把路径给新增到
到它的 Rockslide 的资料夹里面，就是使用 Niagos 的 Post exec hook。每一个 Niagos 的指令在执行以后，都会来叫这一 hook 的这个函数，我们就透过这个 hook 的函数，把它给加到 Rockslide 的资料库里面，到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 query 来做查询了。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用 Z， 然后用点 D， 它就会直接切换到 Niagos 点 D 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可以使用 CD 空一个问号，看一下我们有曾经切换过哪一些资料夹。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我们有看到有一个images， 所以我们就输入 Z images， 它就直接切换到先前有切换过的资料夹了。这个就是使用 Rockslide 来做快速切换目录的方法。Niagos 也有把我们所有执行过的命令历史储存起来的功能，只要输入 history 就可以把它给显示出来。同时也可以用惊叹号再来直接执行以前执行过的这个指令。为了方便操作的关系，所以把 history 命令把它封装成是 hist，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输入 hist 来直接做快速的操作了。进入 Niagos， 然后输入 hist。它就会显示出最后执行了20个命令，那你也可以直接传入，只要显示5个命令，最后的5个命令，那就只要输入一个 hist 空一个5就可以了。Niagos 也提供了自动补全的机制，可以到 Niagos 点 D 里面有一个 catalog 里面有一个 git 点入啊，只要把它复制到特定的资料夹，就可以直接来做这些补全的操作了。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它这个补全的机制就是我输入了 git 以后，再输入，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B， 接着再按下 tab， 它就会把 git 后面所有 B 开头的命令都列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再来输入你需要的这个指令了。先切换到 git 的目录里面，接着再来做这个指令，然后或者是 git remote R1 再按 tab 键，它就会显示所有可以使用的命令，按下 tab 来补全。这个就是它补全的一个方法。补全功能其实是透过 Niagos 它有一个 complete 底线 for， 透过这个命令后面再加上你要补全的命令，对它做一些操作，这样子就可以做补全的功能了。因此所有你自己的使用的程式语言或是其他的指令，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扩充这个自动补全的功能。Niagos 的 box 点入啊，它提供了下面这些热键，方便我们在 Niagos 里面来直接做操作。比如说你按下 Ctrl+O， 它就会把资料夹所有的档案变成一个选单；按下 Ctrl+X， 它可以让你选择命令的选单，或者是更换目录的选单，或者是 Git log 的选单。你也可以按下 Alt+R， 它就会出现所有命令历史的选单，然后 Alt+H 会出现 CD 历史的选单， Alt+G 是 Git log 的选单，也就是 Ctrl+X 下面这3个，它另外有Alt 的这几个热键可以来做操作。Alt+O 是如果有建立点 LNK 的捷径的时候，可以用 Alt+O 取回原有的路径。这是透过 box 点入啊，然后它直接扩充了几个热键。各位看一下 box 点入啊，就可以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要操作 Alt+H， 它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切换过的这些资料夹。可以直接点击它，它会把它带出来，然后接着你再执行要做的操作的指令就可以了。那这个是 box 点入啊扩充的功能。那在我的测试过程中，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像这个 bind key 我没有办法很成功的可以测试出来，因为在 cmd.exe 里面要清除游标右侧文字是按下 Ctrl+End， 我在 Niagos 里面没有办法把 Ctrl+End 这个热键给组合出来，必须透过它内建的 Ctrl+K。另外就是控制台的档案，像这个 main.cpl 这个点 .cpl 它没有办法辨识它，而且它也没有办法用 open 或是 start 来开启它。那最后我是透过了批次档来解决的，就是我建立了一个 cpl.bat， 然后传递参数进来，再用这样的方法来让它可以执行起来。另外这个点 .msc 的档案也没有办法直接开启，但是我们可以用 open 的方法来开启它，就是比如说我要开启服务的话，可以用 open 空一个 services.msc， 或者是用 start 空一个 services.msc， 可以把它给开启起来。但是其实这个点 MSC 是一个可执行档，如果不加上点 MSC 的话，是可以直接执行的。我透过了这个 alias 来简化常用的 MSC 档案的操作的方法，比如说我建立了一个点 SVC， 后面就是用 start 直接把 services.msc 给执行起来，也透过了 alias 这个 appwith.cpl， 透过这个批次档直接把常用的 appwith 给执行起来，也做了这个 service.msc， 也是直接就把 services.msc 给直接执行起来。其实也可以来修改这个 suffix 点入啊，这个指令就是来扩充副档名的操作的。我在这个里面最后面就加上了一个
个 MSC 让它等于 Open， 也就是说让 Niagos 碰到如果副党名是点 MSC 的，它就直接调用 Open 指令，这样子就可以扩充副党名的操作的方法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绍 Niagos 这一个 shell 给大家，那透过它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在 Windows 里面来执行 Bash 的这些命令了。有一些比较新式的指令，像 BAT 或是 ROX 这些比较新的 Unix 的指令，就可以透过 Niagos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执行。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 Windows 的操作技巧对于你在使用 Windows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且透过超级感谢来资助我拍好后面的所有影片。今天介绍Niagos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